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Bruce Asher 的气候投资。Bruce Asher 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并担任社会企业中心联席主任。他也曾任碳资产开发公司 EcoSecurities 首席执行官，长期参与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的开发与融资。他的这本《气候投资》讨论的是全球资本如何在气候变化带来的系统性重塑中重新定价，并流向新的产业和技术。这本书从商业和投资角度分析化石能源等传统资产面临的减值风险，以及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储能和滤清等气候问题解决方案如何通过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逐步获得竞争优势。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将从污染行业和面临气候风险的资产，转向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产生长期现金流的公司和项目。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这场系统性的资本转向是如何发生的。1776年，英国工程师 James Watt 改良并推动实用化的蒸汽机，让人类第一次大规模利用化石燃料产生机械能，突破了人力和畜力的极限。大量银行资金涌入工厂、公共事业、铁路和轮船的建设，推动了工业革命和经济增长。随后是1910年，两位德国化学家发明哈勃博士法 Haber-Bosch， 推动合成氮肥投入使用。在美国，每英亩玉米的产量增长了 500%， 全球农业产量在短短几十年内翻了一番，粮食短缺得到缓解，全球人口从大约7亿快速增长到超过70亿。到了21世纪，欧美地区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工业时代前的近50倍，但经济繁荣也伴随着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燃煤发电厂排放二氧化碳，氮肥释放温室气体，农业用地扩张又造成森林砍伐。这种经济模式带来了负外部性 negative externality， 也就是一种商品在生产或消费过程中产生损害，却由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外的人承担成本。20世纪20年代，人们在汽油中添加铅，以增强汽车发动机的性能。几十年后，汽车尾气造成的铅中毒开始危害数百万美国儿童的成长和发育。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卫生部门的压力下，美国政府通过法规逐步淘汰了含铅汽油。含铅汽油造成的污染主要集中在汽车行驶的社区，单个国家可以通过监管解决。温室气体排放则不同，它进入大气层后会扩散到全球，无论从哪里排放，都会影响地球上的每一个人。2个世纪前，英国经济学家 William Forster Lloyd 提出了工地悲剧 Tragedy of the Commons 的概念。当农民可以在公共土地上免费放牧时，每个人为了自身利益都会尽可能多养牛。即使大家都知道过度放牧最终会毁掉草地，继续增加牛的数量依然符合每个农民眼前的经济利益。结果是，个人做出的理性选择最终耗尽了所有人共同依赖的公共资源。地球的大气层就是一个巨型工地，化石燃料企业和消费者排放温室气体，却不需要为气候变暖造成的损害买单。解决这种问题，通常需要对排放进行限制、征税或者建立其他形式的碳定价机制。但要管理全球共同使用的大气层，各国政府必须共同遵守同一套规则。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国际社会一直试图建立这样的规则。可这些协议缺乏有约束力的排放限制和惩罚机制，各国对经济增长的诉求也不相同，因此始终难以形成有效约束。没有稳定而明确的政策指引，多数企业和投资者面对需要几十年才能收回成本的减排项目，只能选择观望。尽管国际协议进展缓慢，4股力量正在改变资金的流向，推动商业资本重新配置。第一股力量是物理风险。
加利福尼亚州的野火、德克萨斯州的飓风和佛罗里达州的洪水正在摧毁房屋、企业甚至整个社区。投资者根据资产未来的现金流评估价值，而气候变化增加了现金流的不确定性。风险越高，计算现值时采用的贴现率也越高，资产今天的估值就越低。第二股力量是低碳技术创新。太阳能和风能的发电成本持续下降，已经让部分化石能源失去竞争力。2019年，包括美国最大私营煤炭公司莫里能源 （Murray Energy） 在内的8家煤矿公司申请破产。在汽车行业， Tesla 把消费电子产品使用的锂离子电池装入汽车，并把性能而不是环保作为核心卖点，最终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汽车企业。在食品行业，别样肉客 Beyond Meat 绕过高碳排放的畜牧环节，用植物原料生产肉类替代品，上市首日股价上涨了 163%。 第三股力量是社会规范的演变。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渐退出，预计约30万亿美元的财富将向年轻一代转移。调查显示，86%的年轻人对可持续投资感兴趣，他们在选择工作和消费品牌时，也更倾向于支持具有气候行动计划的企业。为了争夺员工和消费者， Amazon、Microsoft 等大型企业相继承诺实现净零排放。企业减排不再只是履行社会责任，也开始影响招聘、品牌和市场竞争力。第四股力量是地方政府的行动。虽然美国联邦政策多次摇摆，各州和地方政府仍在推出具体的监管和激励措施。纽约州承诺在21世纪中叶消除温室气体排放，加利福尼亚州计划在2045年前实现100%清洁能源。包括德克萨斯州在内的30个州还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投资标准，要求公共事业公司提供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物理风险、技术创新、社会规范和政府行动相互叠加，最终改变了金融行业对未来收益和风险的判断。2021年，450家金融机构成立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 （Glasgow Financial Alliance for Net Zero）， 管理资产超过130万亿美元。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 （BlackRock）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Larry Fink 也明确提出，气候风险就是投资风险，金融体系正处在重塑的边缘。资金因此开始离开污染行业和面临气候风险的资产，流向能够提供气候问题解决方案的公司和项目。2015年，时任英国央行行长 Mark Carney 向保险业高管发出警告，将气候变化称为一场地平线上的悲剧。商业周期通常只有几个季度到几年，政治周期延续到下一次选举，完整的信贷周期也可能只有10年。气候风险却跨越几十年，超出了多数企业管理者、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的常规关注范围。Carney 把气候风险分为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物理风险具有明显的尾部风险特征，当温度的正态分布只发生很小的偏移，极端高温出现的概率就会大幅增加。美国华盛顿地区目前每年超过 37.8 摄氏度的天气大约有7天，到205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增加到41天。洪水也存在相同的非线性变化。自1960年以来，海平面只上升了 15.24 厘米，但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市发生洪水的天数已经从每年1天增加到每年43天。这些未来的物理变化会提前反映在今天的资产价格中。佛罗里达州频繁遭受潮汐洪水侵袭的房产价值已经损失了 11%， 合计约50亿美元。保险公司可能拒绝为高风险房屋提供保险，银行也可能停止发放30年期抵押贷款。失去保险和融资渠道后，潜在买家减少，房价下跌又会侵蚀地方税基，形成恶性循环。因此，
房产不需要等到真正被洪水淹没才会贬值，只要买家开始把未来的水灾风险计入价格，价值下降就会提前发生。对传统能源企业而言，更大的威胁来自转型风险，其中最典型的是搁浅资产 （stranded assets）。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储量过去被视为化石燃料公司的重要资产，因为这些储量未来可以被开采并转化为收入。但牛津大学的研究测算，要把全球变暖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1/3的石油储量、一半的天然气储量和 80% 以上的煤炭储量必须留在地下。截至2020年，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持有的搁浅资产估计高达9000亿美元，约占这些公司总市值的1/3。当政府收紧碳排放监管，或者新能源技术以更低的成本取代化石燃料时，这些原本可以带来未来收入的储量就可能失去开采价值。投资者一旦判断这些资产无法产生预期现金流，就会重新评估化石燃料公司的价值。这种重估不会始终缓慢发生，一旦市场对高碳资产的存续性形成一致预期，价格可能在很短时间内急剧下跌。资本也会转向那些较少受到物理风险和搁浅资产影响的领域。太阳能和风能项目能够吸引大量资金，首先是因为它们在成本上开始比化石燃料更有优势。2000年，制造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的成本大约是每瓦5美元，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降到每瓦 0.25 美元以下，20年内下降了 95%。 这种成本下降的规律被称为学习曲线 （learning curve）。随着一种产品的累计产量增加，企业不断积累制造经验，改进工艺并扩大生产规模，单位成本也会随之下降。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 SunPower 公司的创始人 Richard Swanson 发现，太阳能电池板的累计产量每增加1倍，制造成本就会下降大约 20%。 这一规律后来被称为斯旺森定律 Swanson's Law。 在电力行业，判断一种能源是否具有竞争力，不能只比较电厂的建设成本，还要计算整个使用周期中的燃料运营和维护费用。为此，行业通常使用平准化度电成本 Levelized Cost of Energy。 它把建设和运营电厂的成本现值，加上采购燃料的成本现值，再除以电厂整个生命周期内预计发电量的现值，这样就能把煤炭、天然气、太阳能和风能放在同一个标准下，比较每一度电的真实成本。燃煤电厂的建造成本相对较低，但运行期间需要不断购买煤炭。太阳能电厂前期投入较高，但阳光本身不需要付费。太阳能电池板约占太阳能项目资本成本的一半。随着电池板价格沿着学习曲线持续下降，太阳能发电的平准化度电成本也会同步降低。国际投资银行拉扎德 Lazard 的分析显示，到2020年，太阳能发电的平准化度电成本已经下降了 90%。 风能的降本路径有所不同，它主要依靠把风力发电机组造得更高更大。风力发电机组捕获的能量与叶片扫过的面积成正比，也就是与叶片长度的平方成正比。同时，风的能量与风速的立方成正比，而位置越高，通常风速越大。20世纪80年代，风力发电机组的风轮直径只有15米，一台机组只能产生50千瓦的电力。到了2020年，材料和技术进步让风轮直径增加到220米，单台机组的发电功率达到14000千瓦，相当于过去的280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力发电的平准化度电成本下降了 90% 以上。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太阳能项目中，电力出售价格已经降到每兆瓦时15美元。相比之下，煤炭和天然气电厂仅购买燃料和维持运行，每兆瓦时就需要23到48美元。
当新建风能和太阳能项目的发电成本低于已经建成的化石燃料电厂的日常运行成本时，公共事业公司关闭燃煤电厂并转向采购可再生能源，就不再只是纯粹的环保选择，也成为了成本更低的商业选择。太阳能和风能虽然获得了价格优势，却仍然面临间歇性的挑战。风力发电机组只有在风速达到一定标准时才会转动。一台机组的实际发电量除以它在满负荷状态下的理论最大发电量，得到的比值叫做容量因数 （capacity factor）。美国陆上风电场的平均容量因数只有 35%。太阳能电池板在夜间不能发电，阴天时的发电量也会大幅下降。现代电网要求电力供应和需求时刻保持平衡。在加利福尼亚州，全州电力需求通常在傍晚达到高峰，但太阳能发电量在下午2点左右就已经达到最高。用总用电需求减去太阳能发电量，得到的电力净需求曲线会在下午出现明显凹陷，到了傍晚又急剧上升。因为形状像一只鸭子，这条曲线被称为鸭子曲线。为了填补白天发电高峰与傍晚用电高峰之间的错位，短时储能主要依靠锂离子电池系统。电池在白天储存太阳能和风能产生的多余电力，到了晚间用电高峰，再把电力送回电网。2010年，锂离子电池组的平均价格超过每千瓦时1100美元。到了2020年，价格已经下降到每千瓦时137美元。随着成本下降，美国公共事业公司瑞智达 Vistra 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座废弃的天然气发电站内建成了当时全球最大的电池储能系统。项目功率为300兆瓦，可以连续放电4小时，总储能容量达到1200兆瓦时，足够225000户家庭使用。锂离子电池可以解决一天之内的电力波动，却难以应对连续数天的阴雨或无风天气。与此同时，在航空、远洋海运、重型卡车和钢铁等领域，电池还受到重量和能量密度的限制，无法直接取代全部化石燃料。解决长期储能和难以电气化行业的方案之一是氯氢 （Green Hydrogen）。氯氢利用太阳能和风能产生的电力，通过电解器把水分解成氧气和氢气。整个生产过程可以不排放温室气体，氢气还可以被长期储存，并用于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目前，氯氢的生产成本仍然较高，但电解器的制造成本同样遵循学习曲线，累计产量每增加1倍，成本预计下降约 11%。 随着电解器成本和可再生能源电价同时下降，氯氢的商业可行性也会逐步提高。全球工业气体企业空气产品 Air Products 与沙特一家可再生能源公司成立了价值50亿美元的合资企业，在沙特阿拉伯西北部的沙漠建设大型氯氢项目。当地白天拥有丰富的太阳能，夜间则有充足的风能。为了降低氢气跨国运输的成本，空气产品先把氢气转化为密度更高、海运成本更低的氨。氨被运到目的地后，再在加氢站分解回氢气供燃料电池汽车使用。项目预计生产的氯氢足够支持2万辆氢燃料公交车运行。太阳能、风能、储能、电动汽车、氯氢和碳移除并不是彼此孤立的技术，它们相互连接，一个环节的成本下降，会提高其他环节的需求，并推动整个系统继续降本。内燃机汽车燃烧汽油产生热能，再把热能转化为机械能。这个过程中，只有 17% 到 21% 的汽油能量被转化为车轮动力。电动汽车直接把电能转化为机械能，能量转化效率达到 59% 到 62%。因此，行驶相同距离电动汽车需要的能量只有内燃机汽车的1/3。随着电动汽车普及，电力需求也会增加。
德克萨斯大学的一项研究测算，如果所有美国人都改用电动汽车，电网发电量需要增加 25%。 这部分新增需求可以由成本不断下降的太阳能和风能满足。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越大，企业积累的制造和建设经验越多，发电成本就越低。更低的电价又会降低电动汽车的充电成本，进一步提高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的意愿。与此同时，电动汽车产量增加也会推动锂离子电池扩大生产规模。特斯拉在内华达州建设超级工厂，就是为了利用规模经济降低电池成本。更便宜的电池一方面降低了电动汽车的制造成本，另一方面也让公共事业公司能够以更低价格采购电池储能系统，以缓解太阳能和风能大规模接入电网后产生的供需波动。当电网中出现大量廉价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时，电解质氢的成本也会下降。氯氢随后可以进入那些难以直接使用电力的领域，比如长途卡车、航运、航空、钢铁和化肥生产，替代这些行业使用的化石燃料。对于少数仍然无法完全消除的温室气体排放，还需要碳移除技术。直接空气捕获会吸入大气中的空气，通过化学溶液提取二氧化碳，再将其封存在地下。这项技术需要处理数量极其庞大的空气，因此会消耗大量电力。低成本可再生能源也就成为直接空气捕获实现规模化的重要条件。西方石油公司 Occidental Petroleum 与加拿大碳工程公司 Carbon Engineering 成立合资企业，建设大型直接空气捕获工厂，目标是每年捕获100万吨二氧化碳。由此形成的循环是，电动汽车增加电力和电池需求，电池降本推动储能扩张，储能支持更多太阳能和风能接入电网，廉价电力又降低氯氢和碳移除的成本。这些解决方案相互咬合，形成一个需求不断扩大、成本逐步下降的商业闭环。综合石油企业英国石油公司因此预测，全球石油需求量已经达到峰值，未来20年内的下降幅度可能达到 50%。 实体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资本对未来现金流的配置方向也会随之改变。产业和技术的变化最终会反映在金融市场的资产重新定价上。投资者最早采取的策略之一是撤资 divestment， 也就是拒绝购买并卖出已经持有的化石燃料公司股票。2014年，斯坦福大学成为第一所宣布从化石燃料企业撤资的知名大学，其捐赠基金不再直接投资煤矿公司。2021年，哈佛大学也宣布不再投资化石燃料企业。拥有1890亿美元资产的纽约市养老基金 New York City Pension Funds 以及管理2260亿美元的纽约州共同退休基金 Common Retirement Fund 也先后公布了撤资计划。截至当时，已经撤资或拒绝投资化石燃料企业的资金规模达到40万亿美元。当愿意为化石能源项目提供资金的投资者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就会上升。投资银行估计，新油气项目要求的最低回报率已经达到 10% 到 20%， 而风能和太阳能项目的最低回报率只有 3% 到 5%。 不过，单纯卖出股票也意味着投资者放弃了股东投票权，无法继续影响企业管理层。比撤资更主动的方式是通过 ESG 投资和股东参与改变公司的经营方向。ESG 投资是在传统财务分析之外，把环境 environment、社会 social 和治理 governance 因素纳入投资判断。到2022年，接近4000家资产管理机构签署了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 管理资产总额达到121万亿美元。ESG 分析不仅关注企业排放了多少温室气体，也关注气候风险是否会影响未来现金流，管理层是否有效应对风险，
以及企业能否通过节能、品牌和融资优势获得更高回报。大型机构投资者还可以利用股东身份与管理层接触，提交提案，并在股东大会上投票。2021年，一家名为 Engine No.1 的小型投资公司发起代理权争夺，向埃克森美孚 ExxonMobil 董事会提名4名支持低碳战略的新董事。在贝莱德、加州教师退休基金 KLSTRS 和纽约州共同退休基金等机构股东的支持下， Engine No.1 最终把3名新董事送入埃克森美孚董事会。投资者由此证明，即使持股比例很小，也可以联合其他股东，通过投票改变一家大型企业的长期战略。除股票市场外，固定收益市场也开始为气候问题解决方案提供资金。世界银行 World Bank 在2008年发行了第一支绿色债券 Green Bonds， 承诺募集资金只能用于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和清洁交通等项目。Apple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也表示，公司已经发行超过25亿美元的绿色债券，为多个节能减排项目融资。威瑞森通信 Verizon 发行10亿美元绿色债券后，估计每年节省140万美元的利息支出。到2021年，全球绿色债券的年发行量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气候投资由此从股票扩展到债券，并逐步进入规模更大、资金成本更低的固定收益市场。在一级市场为早期气候科技公司提供资金，面临着与软件创业完全不同的挑战。2006年至2011年，硅谷风险投资机构向气候问题解决方案初创企业投入了250亿美元，很快便损失了一半以上。美国光伏企业索林卓 Solinger 试图把圆柱形太阳能电池板推向市场，但在产品商业化的过程中，竞争对手不断降低价格，原材料成本也发生变化，最终导致其技术失去成本优势。公司破产后，风险投资者损失了大约10亿美元。美国乐土公司 Better Place 则计划建设电动汽车换电站网络，并从风险投资机构筹集了8亿多美元。但由于基础设施投入巨大，市场扩张速度不足，公司不到2年便宣告倒闭。这些失败揭示了气候科技企业面临的死亡之谷 Death Valley。软件公司可以用较少资金完成产品开发并迅速复制，但太阳能电池、储能设备、低碳水泥等实体产品需要长期研发、测试和建厂。许多项目只有形成大规模生产后才具备成本优势，所需资金可能达到10亿美元以上，而风险投资机构通常很少向一家初创企业投入超过1亿美元。实体产品开发周期长，大宗能源市场又主要依靠价格竞争，较低的毛利率难以覆盖巨额资本开支。传统风险资本因此很难单独支持企业跨越从实验室到规模化生产的融资缺口。为了填补这段缺口，市场出现了影响力优先投资 Impact First Investing。 这类投资者愿意等待更长时间，接受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预期收益，并承担更高的技术风险，以推动具有重大减排潜力的技术进入商业化阶段。微软联合创始人 Bill Gates 联合亚马逊创始人 Jeff Bezos、 桥水基金创始人 Ray Dalio 等投资者成立了突破能源基金 Breakthrough Energy Ventures， 投入数十亿美元资金。基金的投资期限长达20年，并要求投资技术具有每年减少5亿吨以上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力。它重点支持传统投资者不愿进入的领域，包括低碳混凝土、清洁化肥、储能和制氢设备。但企业进入公开市场后，投资者还要判断，在产业变革中胜出的会是颠覆者，还是原有的行业领导者。在产品体验和品牌影响较强的行业，颠覆者更容易摆脱原有组织和渠道的束缚。通用汽车2021年销售了630万辆汽车，收入达到1270亿美元，
利润达到100亿美元。但到了2022年，特斯拉的估值仍接近通用汽车的10倍。这并不是因为特斯拉当期销售的汽车更多，而是投资者判断电池软件和直销模式更符合汽车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在资本密集、监管严格的大宗商品行业，现有企业反而可能更有优势。爱迪生太阳能公司 Sun Edison 曾依靠高杠杆和快速并购，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商。2012年至2015年，股价上涨超过20倍。但当预期收益下降，融资渠道收紧后，公司迅速陷入流动性危机，并在2016年破产。新纪元能源 NextEra Energy 采取了不同的路径，它利用原有垄断电力业务提供的稳定现金流，以较低成本融资，再有节奏地收购和建设风能、太阳能项目。在15年时间里，新纪元能源为股东创造了 1082% 的回报，并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共事业企业。因此，判断气候投资机会不能简单地压住所有新技术公司。消费和品牌驱动的行业可以重点寻找颠覆者，而资本密集、监管严格的行业则要关注拥有低融资成本、基础设施和客户渠道的现任者。要让资本持续流向低碳技术，仅靠投资者自愿行动还不够。更直接的机制是碳定价 （carbon pricing）， 也就是把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社会成本转化为企业必须承担的账面开支。常见的碳定价方式之一是限额交易 （cap and trade）。政府先为一个地区设定排放总量上限，再向企业发放相应配额。排放量超过配额的企业必须从排放较少的企业手中购买指标。排放总量由政府决定，具体价格则由市场中的买卖双方形成。减排成本较低的企业可以出售多余配额，减排成本较高的企业可以购买配额，由此用较低的社会总成本完成减排。欧盟在2005年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覆盖约11000家企业。2021年，加利福尼亚州合规碳市场的碳信用交易价格也超过了每吨31美元。碳定价进一步创造了对碳信用 carbon credit 的需求。一个碳信用代表1吨二氧化碳当量，可以来自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或其他减少和清除温室气体的项目。达美航空 Delta Airlines 首席执行官 Ed Bastian 在2020年宣布，公司将实现碳中和。由于航空业暂时难以完全摆脱航空燃料，达美航空当年预算3000万美元，购买1300万个主要来自林业项目的自愿碳信用，用于抵消燃料排放。但林业项目能否产生真实减排，首先要通过额外性检验，也就是必须证明，如果没有这笔投资，这片森林原本会被砍伐，或者这些树木原本不会被种下。如果一个项目保护的是本来就不会被砍伐的森林，它即使出售碳信用，也没有带来额外减排。购买这些信用的企业却可以继续在其他地方排放，结果反而会夸大减排效果。缺乏监管的自愿碳市场还存在漂绿 greenwashing 风险。企业可能购买质量较差的碳信用，用于宣传已经实现碳中和，却没有真正减少自身业务中的排放。因此，自愿碳市场必须建立额外性、非永久性、渗漏和第三方核查标准，确保每一个碳信用都对应真实、可验证的减排。对于投资者来说，真正困难的并不是知道气候变化会发生，而是在风险尚未完全显现时提前行动。心理学中的现实偏见 present bias 会让人更加重视眼前利益，推迟处理长期问题。气候风险不是线性释放的，当监管政策突然收紧，或者新能源成本跌破某个临界点时，市场可能在很短时间内重新评估高碳资产，形成类似明斯基时刻的价格下跌。等待所有信息都完全确定，
往往意味着资产价格已经完成调整。德国的能源转型 EnergyWende 提供了一个现实案例。从1990年到2020年，德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了40%以上，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期增长了46%。在这一过程中，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占总发电量的比例从接近于零提高到45%，并在2020年超过化石燃料发电。这说明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并非必须同步上升。通过长期投资可再生能源、储能和提高能源效率，脱碳与经济增长可以同时发生。因此，气候投资的核心不是盲目追逐所有带有绿色标签的资产，而是识别技术成本下降的路径，避开可能成为搁浅资产的行业，并在市场完全反映转型结果之前完成有纪律的长期配置。气候投资把气候变化还原为资本账本，当资金离开化石燃料，涌入新能源，靠的不是道德和情怀，而是单纯的成本核算。当太阳能和风能的综合发电成本降到比维持一座老旧燃煤电厂运转还要便宜时，资本自然会把钱从那些注定无法开采的油气储量中撤出来。看懂新老能源在平准化度电成本上的实际差距，明白碳定价如何把温室气体排放变成真实的账面扣款，投资者就能在旧有商业模式变成搁浅资产之前提前卖出，把钱换成能在新产业周期里产生稳定现金流的绿色基建和低碳公司股票。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